也许你没有感觉到，但从你40岁开始，你身上的肌肉正在悄悄的一点一滴的流失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、体力差是正常现象，却不知道这背后潜藏着一个可怕的危机——肌少症。为什么说肌肉流失会拖垮整个身体？老人家最怕的卧床瘫痪，又和肌肉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，并分享医生紧急提醒的2吃2做黄金法则，教你如何让流失的肌肉重新生长，重拾健康活力。肌肉不只是提供力量和外观好看而已，它其实是人体最重要的隐形器官之一，甚至被医学界称为长寿的关键器官。你能想象吗？我们身体的肌肉占体重的比例高达30%到40%，不仅支撑着骨骼让我们行走奔跑，它还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工厂和糖分储存库。简单来说，肌肉就是身体的引擎，肌肉强壮，我们的体力、平衡、代谢、免疫力都相对强健。反之，肌肉一旦大量流失，身体各个系统就会跟着走下坡路。问题在于，肌肉的流失并非要等到七老八十才开始。科学研究发现，一般人的肌肉量在20多岁时达到巅峰，之后便开始走下坡。也就是说，从你30岁左右起，肌肉就在慢慢减少了，只是年轻时流失速度很慢，几乎察觉不到。可是到了40岁，肌肉流失的速度开始加快，每年大约减少 0.5% 到 1%， 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10年就是5%到 10% 的肌肉不见。等到了50岁，肌肉流失率进一步上升，每年可能流失 1% 甚至 2%。 换句话说，50多岁的人肌肉量可能比年轻时少了将近1/5。到了70岁呢，肌肉流失速度更是翻倍，每年掉 3% 到 5%。 有专家形容，过了70岁，肌肉就像融化的冰山一样快速缩减。这还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改变。我们来想，像一个日常场景，50岁时你可能还能健步如飞，提菜篮、爬楼梯都不在话下。可是到了70岁，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连在家里站起身都变得吃力，提个5公斤的米袋都气喘吁吁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答案正是肌肉流失在作怪。当我们的肌肉量越来越少，肌力跟着下降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受到影响，走路变慢，爬楼梯需要中途休息，连开罐头瓶盖都觉得费力。更严重的是，肌肉流失会引发一连串可怕的骨牌效应。千万别小看肌肉流失，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。医生常说，人老先老腿，腿脚无力是衰老最明显的信号，但腿无力的背后其实就是肌肉在流失。当大腿、小腿的肌肉变少变弱，不仅行动力直线下降，更危险的是跌倒风险大增。你可能听过许多长辈就是一次跌倒后从此卧床不起，甚至引发并发症离开人世的例子。为什么跌倒这么致命？其中一个主因就是肌少症。肌肉流失使长者平衡感变差，反应变慢。一旦跌倒时，因为肌肉太少，无力保护骨骼，非常容易造成严重骨折。而骨折后需要长期卧床休养，不动又让肌肉进一步萎缩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肌肉流失拖垮全身的第一张骨牌，就是让人失去行动力，进入一病不起、一到不起的险境。除了行动层面，肌肉还是人体的新陈代谢重镇。肌肉细胞帮助我们储存和消耗血糖，当肌肉大量流失，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就变差，容易导致血糖飙高。这就是为什么肌肉少的人更容易出现第2型糖尿病或胰岛素阻抗的问题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有些中年人明明吃的不多，却开始发胖，血糖升高。这常常是因为肌肉量不足，热量无处消耗，只好囤积成脂肪，或者血糖就在血液中堆积。换句话说，肌肉就是身体的糖库与燃脂炉，肌肉少了，糖库变小，燃脂炉熄火，肥胖和代谢病就容易找上门。肌肉还和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息息相关。腿部的肌肉，特别是小腿肚的肌肉，被称为人体第2心脏。因为小腿肌肉收缩时，就像帮浦一样，把下肢的血液往上推回心脏。如果长时间不动，肌肉流失，这个第2心脏罢工，血液循环变差，
容易造成下肢水肿、静脉栓塞，甚至增加真正心脏的负担。日本知名医师连田实特别强调，腿部肌肉强壮的人，心脏会更健康。反过来说，当腿部肌肉严重流失时，心脏、血管、大脑等器官功能都可能跟着受影响，因为循环变差，大脑供血不足。研究发现，肌少症长者的失智和中风风险也比较高。此外，肌肉其实是人体的免疫后盾和蛋白质储备库。当我们生病受伤时，身体需要大量蛋白质来修复组织，制造抗体。这时候肌肉会分解提供原料。如果一个人体内没有足够的肌肉储备，一场重病就可能快速耗尽他的体力。老一辈常说久病无孝子，因为老人家一旦卧床久病，身体机能急剧下滑，很难恢复。其实很大原因就是肌肉量太少，撑不起漫长的恢复期。可以说，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隐形存款，平时不觉得怎样，一旦遇到大病大灾，它就是救命本钱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说肌肉流失会拖垮整个身体了。先是行动力下降，接着血糖失控，脂肪上升，再来心脏负荷变大，脑力衰退，抵抗力降低。最终结果就是把一个原本健康独立的人推向卧床瘫痪的深渊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偷走我们的肌肉？难道真的是岁月不饶人，不可抗拒吗？接下来我们来揭开肌肉流失背后的元凶和帮凶，看看有哪些因素让肌肉一天天消失。元凶一年龄增长与荷尔蒙改变。没错，岁月确实是偷走肌肉的大魔王。我们的肌肉量在年轻时可以不断增长，但过了中年之后，荷尔蒙环境开始改变，比如生长激素、睾酮等合成肌肉的激素水平下降，肌肉合成的速度赶不上分解的速度。特别是女性停经后，雌激素骤减，这不只影响骨质，也连带加速肌肉流失。男性到了50-60岁，睾酮逐渐降低，如果没有刻意锻炼，肌力也会明显下滑。年龄增长带来的荷尔蒙变化，让我们天生处在一个肌肉流失大环境，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，也是为什么肌少症常见于老年人的原因。然而，年龄只是背景因素，真正决定你肌肉流失快慢的，其实是后面要说的另外两个凶手。元凶二，缺乏运动，久坐不动。现代生活形态大大加速了肌肉的流失。想想看，我们的祖先每天为了生存要劳动狩猎，身体活动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而现在，许多人长时间坐在办公室，回家又窝在沙发，久坐不动成了常态。不论你年龄多大，用进废退是铁一般的生理定律。也就是说，肌肉不用就会慢慢萎缩。如果一天到晚几乎都坐着，腿部肌肉长期缺乏负重和锻炼，他们当然会越来越虚弱。特别是进入老年后，有些人退休在家，活动量比上班时更少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肌肉来说简直是慢性毒药。研究发现，不运动的人肌肉流失速度是有规律运动者的几倍。一位复健科医师形容，现代人的肌少症就是沙发病，意思是沙发和椅子仿佛偷走肌肉的黑手，让我们一坐下去，肌肉就悄悄缩小。缺乏运动可谓肌肉流失最大的元凶之一。元凶三，营养不足与饮食错误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挨饿才会营养不良，但对肌肉而言，蛋白质摄取不足就是一种隐形的营养不良。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如果长期吃得太少，蛋白质不够，身体就没有原料去修补和合成新的肌肉。特别是许多长辈饮食清淡简单，早餐一碗稀饭配酱菜，午餐青菜面条，肉蛋奶摄取很少，日积月累，肌肉等于被自己没了。还有一些人中年开始为了减肥，采取激进节食方法，体重是降了，但肌肉也跟着大量流失，这就是减肥不当的后果。体重计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真正健康，因为很可能减掉的都是宝贵的肌肉。营养不足还包括某些关键营养素的缺乏，比如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不仅对骨骼重要，对肌肉功能也很关键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肌肉力量会下降。许多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不足的老人更容易罹患肌少症。而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，一是阳光照射合成，二是饮食，深海鱼、蛋黄、牛奶等。不爱晒太阳，饮食又偏食的人，就容易缺乏这种
助肌、维生素。总之，吃得不够或不对都是肌肉的大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肌少症往往被忽视，许多长辈以为自己只是正常变老，不觉得肌肉流失是一种疾病。然而调查发现，高达80%的肌少症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肌肉严重流失。医学界也提高了警觉，将防线从老年往中年提前。亚洲最新的肌少症工作小组共识建议，50岁开始就应主动评估肌肉状况，而不是等到65岁以后才关注。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也正式将肌少症列入国际疾病分类，强调这并非正常老化的一部分，而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医学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要提早留意肌肉健康，才能防患于未然。听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，我是不是已经出现肌肉流失了？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迹象可以帮助你自我检测肌少症的风险。以下几点可以对照看看：走路变慢，爬楼吃力。你走路的速度是否明显比同年龄的人慢？爬1-2层楼梯就气喘吁吁，腿发酸，需要扶着栏杆才能上去吗？这可能是肌肉力量不足的信号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壮长者的步行速度每秒接近1公尺。如果你的步数明显低于这个标准，或者走没多远就得停下休息，就要当心了。站起来很费劲，是一个简单的椅子测试。坐在没有扶手的椅子上，双手抱胸，连续坐下，再站起5次。如果你无法不扶东西就完成，或者做完后觉得非常吃力，头晕气喘，那腿部肌力可能不足。一般年轻人几秒钟就能轻松完成5次，长者若耗时超过12秒，也提示肌力明显减退。握力变弱，握力是全身肌肉的一面镜子。你是否发现自己握不紧菜刀，开罐头瓶盖要请人帮忙？如果感觉手劲比以前小很多，很可能全身肌肉都在变弱。医学上有握力的量化标准，男性低于26公斤，女性低于18公斤就属于肌力偏低。如果没有专业握力器，平常开瓶提菜的感觉也能提供线索。当你觉得以前轻松完成的动作现在变吃力，就是警讯。体型消瘦，肌肉维度缩小，仔细观察自己的手臂和大腿，如果肌肉松垮，维度比年轻时小很多，甚至上臂和大腿摸起来软软的，大部分是脂肪而非结实的肌肉，就要警惕了。尤其可以量下小腿肚最粗的地方。一般成年男性的小腿围应有34公分以上，女性33公分以上。如果你的数值明显低于这个，可能表示肌肉量严重不足。有调查指出，小腿围每减少1公分，跌倒和失能风险都会上升。经常感到疲劳虚弱、肌肉减少的人，身体常常传递出一种疲惫感。你是否觉得每天稍微活动就累得不行，提不起劲？明明睡眠也还可以，却总是力不从心。这种莫名的虚弱感，很可能就是肌少症的早期表现。如果以上5点你中了2项以上，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肌肉健康了，可以主动向医生寻求评估，例如测量肌肉含量、行走速度等指标。不过别害怕，就算发现自己肌肉已经流失许多，只要从现在开始改善，仍然有很大机会逆转劣势。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医生总结出的2吃2做黄金法则，照着做，帮你把消失的肌肉一点一滴找回来。现在进入重头戏，2吃2做黄金法则，这是专家们针对中老年人总结出的养肌秘诀。2件该吃的事，加上2件该做的事，只要持之以恒，不但能阻止肌肉继续流失，甚至能让肌肉卷土重来，变得比同龄人更强壮。重点是，这些方法简单可行，即使在家也能做到。让我们一一来看看。第一，吃每天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，想让肌肉长回来。第一条就是吃对东西，给肌肉充足的营养。肌肉的生长离不开蛋白质，就像盖房子需要砖头一样。如果不提供充足的砖头，肌肉也就无从生长。所以中老年人反而更要注重蛋白质的摄取，甚至需要比年轻时吃下更多高品质的蛋白质。很多长辈饭量变小，牙口不好，就更容易蛋白质吃不够。我们得特别留意，医生建议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摄取1至1.2公克蛋白质。例如
体重60公斤的人，一天需要60到72公克蛋白质才够。换算一下，一颗蛋约含7公克蛋白质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约8公克，100公克的鸡胸肉约有20公克蛋白质。所以一天之中，你至少要吃下1到2份瘦肉或鱼肉，加1杯奶，加1到2颗蛋，加适量豆制品，才能满足需求。如果只吃青菜白饭，蛋白质远远不足，肌肉只会越来越少。重点不仅是量够，还要质优。所谓优质蛋白质，指那些必需氨基酸含量高、吸收率好的蛋白来源，包括鱼肉、瘦肉、蛋类、奶制品、黄豆制品等等。特别要推荐的是鸡蛋和奶类。鸡蛋被誉为营养黄金，蛋白质品质极佳，而且富含亮氨酸，这种氨基酸对刺激肌肉合成非常重要。每天吃1到2颗蛋，对增强肌肉很有帮助。而牛奶、优酪乳等乳制品不仅提供优质蛋白，还含有钙和维生素 D， 有助骨骼和肌肉健康。如果你乳糖不耐受，可以改喝优酪乳或无乳糖牛奶，或者以豆浆、豆腐等豆制品替代一部分奶类。黄豆也是非常棒的植物蛋白来源，还含有大豆异黄酮，对更年期女性有益。总之，蛋白质来源可以多元，鱼、肉、蛋、奶、豆都算。每餐尽量有一份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在盘中。很多长者早餐习惯喝稀饭配小菜，但早餐其实是刺激肌肉合成的关键时机。建议早餐务必摄取蛋白质，例如加1颗水煮蛋或1杯牛奶豆浆。有人担心年纪大肾脏不好，蛋白质吃多了伤肾，但其实只要没有严重的肾脏疾病，按照建议摄取蛋白质，不会对健康人造成负担，反而有助维持体能。若平时胃口不好，或蛋白质食物吃得很少，可以考虑补充高蛋白营养品，例如乳清蛋白粉。这就好比在肌肉里多存一笔钱，让身体有原料来建造和修复肌肉。第二，吃补充促进肌肉生长的营养素。除了蛋白质之外，还有一些营养素对肌肉的生长和功能至关重要，千万别让身体缺了它们。第一是刚提到的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能帮助肌肉细胞合成蛋白，同时增强肌肉收缩的力量。有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不足的长者在补充后，肌力表现会有所改善。因此，中老年人务必要维持充足的维生素 D。做法很简单，每天让皮肤晒15分钟左右的太阳，避免正中午烈日，就能让体内自行合成大量维 D。同时从食物中摄取，例如深海鱼、鲑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等，蛋黄、牛奶等等。许多市售牛奶也特别强化添加了维生素 D， 必要时可以在医师指导下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。充足的维生素 D 不仅强健骨骼，也为肌肉提供强大的后盾。第二，注意摄取 Omega-3 脂肪酸，这种存在于深海鱼和亚麻籽中的健康脂肪具有抗发炎作用。适度补充 Omega-3， 例如每天摄取鱼油胶囊，或每周吃2到3次富含 Omega-3 的深海鱼，能减少慢性发炎对肌肉的侵蚀，有助维持肌肉量。研究指出， Omega-3 丰富的饮食若配合阻力运动，可以让增肌效果更加明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多吃鱼，肌肉更结实。第三，别忘了足够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，这点经常被忽略。如果饮食热量不足，身体为了取得能量，会把肌肉蛋白质分解当燃料来烧。尤其老年人有时胃口差，一天吃很少，反而造成恶性循环，吃太少没力气，没力气更不想动，肌肉就流失更快。所以均衡饮食很重要，3大营养素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都要摄取，千万不要为了减肥或控制血糖就过度挨饿，不吃主食。适量的全谷杂粮、薯类等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，让蛋白质能专心拿去长肌肉，而不被当燃料消耗掉。最后分享一个增肌小秘诀，睡前加一道蛋白质点心，是不是很意外？当然这里说的宵夜不是大鱼大肉，而是一份小小的优质蛋白。比如睡前喝一杯温牛奶，或半杯无糖豆浆，或者来一小块低脂起司配几片全麦饼干。原理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睡觉有7到8个小时不进食，肌肉可能会陷入分解状态，
睡前补充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，可以为整夜提供氨基酸，帮助肌肉在睡眠中修复生长。有研究发现，睡前喝牛奶的长者，肌肉流失速度比没喝的人更慢。所以别怕睡前吃点东西，只要选对食物，分量不大，就能在不影响睡眠和体重的前提下，为你的肌肉加油打气。第一，做规律进行阻力训练，唤醒沉睡的肌肉。光靠吃还不够，肌肉要长回来，还得靠刺激它们。这就来到二做的第一件事，动起来做阻力训练。所谓阻力训练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重量训练、肌力训练，用外在阻力，甚至只靠自体重量来刺激肌肉收缩，这是对抗肌少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。别害怕听到重量训练就退缩，其实长者一样可以做，而且能得到惊人的收获。有一项著名研究，让一群平均90岁高龄的老人进行8周的腿部阻力训练，例如抬腿运动、负重伸展等。结果显示，他们的肌力提升了超过 1.7 倍，大腿围明显增加。想象一下，90岁都可以练出效果，何况50、60岁呢？肌肉就像沉睡的猛兽，只要你愿意持续刺激它们就会重新生长，回应你的努力。那么中老年人怎么进行阻力训练呢？其实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举铁，在家利用自身体重或简单器材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以下介绍几个适合长者、简单又安全的肌力训练动作。深蹲、坐站练习，这是锻炼腿臀肌肉的王牌动作。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缓缓弯曲膝关节，像要坐下，再站起来。初学者可以在椅子前面做这个练习，坐下起立，重复10次。如果刚开始没力，可以用手扶着椅子帮助站起。深蹲能强化大腿和臀部，是预防跌倒的最佳训练。如果膝盖不好，可以减小下蹲幅度，但千万不要因此完全不练腿。腿部肌肉最关键，伏地挺身、墙壁伏地挺身。许多长辈无法做标准的伏地挺身，我们可以改成简化版。在墙前站立，双手撑在墙上，慢慢屈手肘，让身体向墙靠近，再推回伸直手臂，重复10到15下。这个动作能锻炼胸肌和手臂肌肉，增强上肢力量。如果觉得太简单，可以改在较低的桌缘做，以增加阻力。体踵、小腿肌训练，扶着椅背站好，缓缓踮起脚跟，尽可能抬高，然后放下，连续做20下。这个动作训练小腿肚肌肉，有助于改善下肢血液循环和行走稳定度。小腿是第2心脏，每天体踵能增强小腿帮浦功能，也让你走路更有力。弹力带拉伸，如果家里有弹力阻力带，可以用它来做许多练习。例如，坐在椅子上，将阻力带套在双脚脚掌上，双手各握住一端，然后用腿向前蹬直阻力带，锻炼大腿前侧肌肉。或者站立踩住阻力带，双手各握一端往上拉，模仿二头肌弯举动作，仿佛手里拿着哑铃，弯曲手臂，可以训练上臂力量。弹力带价格便宜，用途广，非常适合长者居家训练。进行肌力训练要记住几个原则：循序渐进，由浅入深，慢慢增加次数或阻力，保持规律。每周至少2到3天，全身主要肌群都要锻炼到，以及注意姿势与安全，动作幅度量力而为，必要时请教专业教练或复健师。刚开始可能肌肉会酸痛，那是正常的，休息1-2天再继续。几周之后，你会明显感觉动作变得轻松，可以做更多下，这就是肌肉在变强壮的证据。记住，重量训练没有年龄上限，只有开始与不开始的差别，越早开始越好，但任何时候开始都不嫌晚。现在开始深蹲，半年后的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当初付出的努力。第二，做培养有氧运动和日常活动的习惯。增加肌肉的第2件事，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爱动的人。除了专门的肌力训练，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有氧运动也非常关键。许多银发族除了日常生活所需，很少主动运动，这可不行。我们应该尽量让身体动起来，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。例如，看电视做30分钟就起身走一走，伸展筋骨，讲电话时站着讲，搭电梯时改走1-2层楼梯，出门买东西多走几步路，别老是骑车、开车，
让动作融入生活，你的肌肉就不会一直偷懒退化。同时，培养一项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习惯也是黄金法则之一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我已经在做重量训练了，还需要有氧运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两者相辅相成。有氧运动，比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自行车、广场舞、太极拳等，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和耐力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心肺功能好了，氧气和养分才能更有效地运送到全身肌肉，肌肉才能发挥更加效能。而且有氧运动有助控制体重，避免体脂肪过高对肌肉代谢造成的不良影响。有研究指出，结合阻力训练和有氧运动的长者，在增强肌力的同时，提升了步行速度和平衡感，比只做单一类型运动效果更全面。那么有氧运动该怎么做呢？一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换算下来大约是一天30分钟，一周5天。如果刚开始体能不好，可以分段完成，比如早晚各15分钟快走。快走是最简单易行的选择，穿上舒适的鞋子，在户外或室内走廊都行，走到微微出汗，心跳加快，但还能说话的程度，就是达到中等强度了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他方式，如游泳不伤关节，跳舞增添乐趣，骑脚踏车减少膝盖冲击等等。关键在于持之以恒，把运动当成每天固定的习惯，就像吃饭刷牙一样融入生活。你甚至可以找朋友一起运动，互相督促，增加乐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氧运动还能改善食欲和睡眠，这对养肌肉也是间接的帮助。每天适度活动会让你胃口更好，睡得更香甜，肌肉修复也更充分。总之，多动就对了，让生活动起来，你的身体机能也会跟着活跃起来。最后请牢记，贵在持续，重在及早。肌肉流失是潜移默化的，肌肉增长也是循序渐进的。不管是饮食还是运动，都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而要日积月累，养成长期习惯。越早开始养肌策略，未来收获就越大。如果你现在50岁开始努力，胜过60岁才开始，但就算已经60几、70岁了，现在开始也依然不晚。重要的是立即行动，让肌肉有机会重建。讲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保持肌肉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秘方，无非就是吃得营养、动得勤快这2件事。然而，简单的道理需要长期去实践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对肌肉流失置之不理，任其发展，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沉重代价。一旦卧床，肌肉一天掉1节，一天不动，衰退1年，这绝不是夸张的比喻，而是医护人员在病房中亲眼见证的残酷现实。我们绝不能等到跌倒、骨折、被病痛困在床上的那一刻，才追悔平时没有好好锻炼身体。现在你手上已经握有防止悲剧发生的钥匙，2吃2做黄金法则，牢牢记住，吃对、吃够、动起来、动规律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每餐注意补充蛋白质，每周坚持运动几天。不需要你变成大力士，只要让肌肉存款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你的身体就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半年后，你可能发现爬楼梯不再气喘吁吁，提米带轻松许多。1年后，也许原本松垮的大腿变得结实有力。5年、10年之后，当同龄人需要拐杖搀扶时，你却依然步履稳健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这就是肌肉给你的自由与尊严。生命的下半场，我们无法阻止年龄增长，但我们可以决定肌肉的走向。别再让肌肉默默流失，现在就开始把它们找回来。记住，肌肉就是你的身体银行存款，早存多存，日后才能领取健康红利。与其将来卧床瘫痪，不如此刻起就善待你的肌肉，吃有营养的食物，做适当的运动。让我们立刻行动起来，站起身，活动筋骨，趁今天就把明日的健康牢牢抓在手中。相信只要坚持，2吃2做，你的肌肉一定会重新生长，让你重拾年轻的力量与活力。